般若經沒有作者，卻改寫了整個佛教。上集結尾提到，評論區有位朋友問了個扎心的問題：發宏願要度盡一切眾生，這難道不是最大的我執嗎？菩提心和無我豈不矛盾？我說，回答這個問題的這部經，掀起了大乘革命中最震撼的一聲驚雷。今天我們就來拆解這聲驚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學術上講，般若經是一組文獻的統稱，並非單指一部經，而是一個經典家族。這個家族成員規模跨度極大，短如260字的心經，長至10萬頌般若。學界基本達成共識，最早問世的是8000頌般若，約在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世紀間成型。現存最早的手抄本殘片出土於犍陀羅地區，碳14測年顯示約為公元75年前後。這個時間點很關鍵，彼時佛陀入滅已有400-500年，部派佛教蓬勃發展，18個部派各有體系。北印度正處在貴霜王朝統治下，帝國橫跨中亞與北印度，絲綢之路貿易空前繁榮，佛教也從恆河流域向西北和南方迅速擴散。犍陀羅，也就是今天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交界地帶，成了東西方文明碰撞的前沿。希臘雕塑技法、波斯貿易網絡、印度宗教傳統，在這片土地上交融激盪。佛像便是在犍陀羅首次被雕刻出來，而在此之前，佛教徒從不用人像表現佛陀。這一轉變恰恰說明，不同文明的思維方式一旦碰撞，舊的表達就會被打破，新的表達便應運而生。就在這樣一個思想交匯、活力充沛的時代，一部找不到作者的經出現了。誰寫了般若經？無人知曉。這是佛教史上最大的創作懸案之一。原始佛教經典如巴利文三藏，可追溯到佛陀在世時的教導，由弟子代代口耳相傳，雖傳了幾百年才落筆成文，傳承脈絡卻有據可查。般若經卻完全不同，它出現時既不在任何已知部派經藏中，也不屬於任何僧團口傳傳統，仿佛憑空出世。傳統說法認為，佛陀在世時便講過般若法門，只因義理太深，當時幾乎無人能領會，便被秘密傳持，藏於龍宮，直到幾百年後龍樹菩薩入龍宮請出，才重流人間。這是信仰敘事，自有其神聖意義，但作為歷史敘述則無法證實。學界主流觀點認為，般若經是在部派佛教的土壤裡逐漸生長出來的，它並非某位天才的獨立創作，更像一場思想運動的結晶。有證據表明，大眾部可能保存過一些早期般若類教導，這些教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經整理擴展，最終形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般若經。那為什麼般若經非出現不可？還記得之前講過的背景嗎？說一切有部將佛陀的緣起論分析到了原子級別，建立起一套精密的阿毗達摩體系，75法，每一法的生滅特徵都標注得清清楚楚。這套系統固然強大，卻有個微妙的問題，當你把法分析到最小單位，又宣稱這些最小單位三世實有，法體恆存時，其實是在賦予它們一種獨立恆常的存在感。發現了嗎？佛陀說的是無常、無我，一切皆緣起，沒有獨立存在之物。可說一切有部為了把道理拆清楚，建了一套分析框架，分析着分析着，框架本身反倒像個恆常不變的實在了。他們把佛陀指月的手指拆成了分子式，卻不知不覺忘了抬頭看月亮。般若經的出現，就像有人站在那堆日益精密的分析框架前，平靜地說了一句：你們分析的東西本身就是空的，連那套分析工具也是空的。這裡的空絕非虛無，我必須在此停下來澄清，後來2000年裡的絕大多數誤解都源於此。般若經講的空是緣起性空，還記得佛陀的核心洞見嗎？緣起，即一切現象皆因緣和合而生，沒有獨立不變的自體。般若經做了關鍵推演，既然一切皆緣起，便沒有固定自性，沒有自性即是空。空不是什麼都沒有，而是指沒有任何東西固定不變，獨立存在。聽起來很簡單，對吧？佛陀不是早就說過緣起了嗎？沒錯，他說過，但想想看，從佛陀宣說緣起到般若經問世，中間隔了400-500年，這幾百年裡，
佛教徒一直用緣起分析外部世界，分析五蘊、12處、18界，卻幾乎沒人把這把刀轉過來，對準佛教自身的概念體系切一刀。般若經做了件前人未做之事，把空的邏輯用到了佛法自身。這一步的殺傷力遠超所有人預期。修行會證得涅槃，對嗎？般若經卻說涅槃也是空的。什麼意思？若把你追求的解脫境界當成實實在在的東西去抓取，便是新建了一層執着。你剛從世間執着中解放，又掉進了關於解脫的執着裡。修行的動力，想要覺醒的願力，若被你當成一個實實在在的我在發願，便又落回了我執。最近不少朋友在評論區討論這個問題，善法欲和我執的邊界究竟在哪兒？想要修行、想要解脫的渴望，到底是中性的善法欲，還是換了包裝的靈性我執？般若經的回答乾脆利落，你找的那條分界線本身就是空的，不是說分界線不存在，而是你不可能找到一條固定的線畫在那裡，一邊寫着善法欲，一邊寫着我執，因為那條線本身也是緣起的，會隨着你的修行狀態不斷移動。所以般若經不給標準答案，只給一個方法：看見。看見自己發願的那一刻是否同時在抓取，這就夠了，不需要一條固定的線。這個邏輯在當時佛教界引起了巨大不安，很多人覺得這簡直是在拆自己的台，把所有概念都掏空了，修行還有什麼意義？戒律還有什麼意義？三寶還有什麼意義？這種不安並非抽象的臆想，當時真有僧人聽聞般若教導後驚恐萬分。八千頌般若原文就記載過一個場景：500比丘聽佛說法，聽到一切法空，連阿羅漢果也不可得時，心生大怖畏，直接起身離開法會。經文形容他們如被烈火燒灼般坐立難安。你能感受到那種震動嗎？修了一輩子，突然有人告訴你，用來修行的工具和追求的目標本質上是同一種東西，空。般若經的回應極其精妙。修行沒有固定實質，但恰恰因為沒有固定實質，修行才成為可能。試想，若有一個固定不變的自我，怎麼可能被改變？正因為空，正因為沒有什麼被鎖死，才有轉化的餘地。這個翻轉至關重要。後來龍樹用中觀邏輯將其展開為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，但種子是在般若經裡種下的。接下來看般若經家族的生長史。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面鏡子。最早的八千頌般若約2萬多字，問世後並未停止生長。隨後300-400年間，它被擴展成1萬頌、18000頌、25000頌，一路膨脹至10萬頌。10萬頌般若堪稱超級巨著，印成現代書籍恐怕有好幾千頁，幾乎無人能通讀。膨脹過程中，每次擴展都在做同一件事兒，把空的邏輯鋪到更多角落。這個角度分析過了嗎？那個法門拿空檢驗過了嗎？他像一位不留死角的修行者，逐一清掃每個可能殘留執着的縫隙。而在膨脹到極致後，又發生了件有趣的事，般若經開始反向運動，壓縮。有人將般若經核心精華提煉成5000多字的金剛經，再進一步壓縮成260字的心經。注意到這個軌跡了嗎？先展開，再收攏。先鋪天蓋地，確保不留死角，再把全部力量壓縮進最小空間。好比先從礦石裡完整開採出一顆鑽石，看清它的每一個晶面，再將它打磨到最小、最亮、最鋒利。心經那260個字，就是般若思想壓縮到極致後發出的光。從膨脹到壓縮的過程歷時近500年，從公元前1世紀延續到公元4、5世紀。500年間，無數匿名修行者參與了這個家族的創作與改寫。所以說，般若經沒有作者，它的作者是好幾代人，是一場跨越500年的集體創作。你會發現佛教經典有個獨特性質，不像西方經典那樣強調個人署名。這部經不屬於任何一個人，它屬於一整條河流。般若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佛教的底層語法。在它出現之前，修行的主要範式是分析與斷除，分析五蘊，發現無我，斷除貪愛執取，最終證得涅槃。目標清晰，路徑明確。般若經之後多了一個維度，
分析和斷除的同時，要看見正在使用的分析框架本身也是空的，既使用工具又看穿工具。這不是否定分析的價值，而是不讓分析變成新的牢籠。這個維度一打開，後續發展便全沿着這條線展開。龍樹的中觀，無著世親的唯識，天台智者大師的一念三千，禪宗的直指人心，大乘佛教後2000年幾乎所有核心思想都可追溯到般若經這個起點。甚至可以說，般若經給了後來每個宗派一個最基本的起手式，不管修什麼法門，先用空檢驗一下手裡的工具本身，連工具都沒看清，怎麼可能用它看清別的東西？最後用我們全系列的校準锚點做個審視，般若經距離佛陀在菩提樹下看見的那個東西是近了還是遠了？我認為般若經是大乘所有經典中離佛陀原始洞見最近的一部。為什麼？因為佛陀最核心的洞見就是緣起，般若經幾乎沒添加新東西，只是把緣起的邏輯徹底貫徹了一遍，貫徹到了佛法自身之上。若緣起為真，則一切無自性，一切皆空，包括你對空這個概念的理解本身。這不是偏離，這是忠實到殘忍。但風險也由此而生，空太強大，也太容易被誤用。後來確實出現了兩種極端，一種是把空理解成什麼都沒有的虛無主義，另一種是把空變成更精緻的哲學概念去抓取，淪為新型執着。如何在空中既不落入虛無，也不落入執着，這正是200年後龍樹要正面回應和解決的問題。今天我們講了般若經家族的誕生背景及其在大乘革命中的角色，但這個家族太龐大，我們需要選一把最鋒利的刀拿出來仔細看看。下一集我們聚焦般若經家族中最著名的一部《金剛經》，僅5000多字，卻成了中國佛教影響力最大的經典之一。它憑什麼從10萬頌的般若海中脫穎而出？到底說了什麼，能讓六祖慧能一聽就開悟？你讀過《金剛經》嗎？覺得其中最核心、最打動你的一句話是什麼？來評論區聊聊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